就是很多人现在是那种快餐嘛，然后我很多时候好像还是我们太过老配了。我不知道嘞，我觉得很多人好像比如说打卡文化，好像很多人去到哇，他有机会去到那种好像很历史悠久的那种，好像马丘比丘啊之类的那些地方，哇，他们在那边打卡，问他什么不懂，这个啊哦，因为有那个草泥马咯，有那个墙壁咯，问他这个历史什么不懂，那构图不是有一个黄金构图啊，就是那个蜗牛的壳啊，它不是肉的，它是那个叫什么蜗牛，那个这样转的那个叫什么？它是一个好像这样子 shell 啊，那个蜗牛壳的这样子，所以这张是完全符合了嘛？完全符合的。你看到它这样子转，然后那中心点在那里，就在这边，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张照片一出就可以烧很多奖，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而且一方面是，就算我自己本身也不可能拍到第二张这样子的照片。这张我不好讲，这张是我最赚钱的照片，看那张。哦，我必须。不要讲了，只是跟你们讲完了。没有，不是这张，刚才那个什么？哎，刚才那个 pyramid 的。我想听这张。哦，你想听这张啊 ？OK。这个是摆拍的啦，绝对是摆拍的。这张入围了那个喜宴啊。OK。这张呢是蒙古对，刚刚要说一说是外蒙。外蒙就是真正的蒙古，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不是中国，不是中国。对，所以这个呢是我一帮朋友也是摄影爱好者，然后就 organize 一个 trip， 然后这个 trip 呢摆明已经是摆拍 trip 了，它已经是摆拍，没有对跟错了没有对跟错，不过重点是我觉得不要骗，然后我直接跟你说了，这个是重点就比如说很多年前马来西亚也有一个人赢过 hip hop， 对那个问题就在他欺骗，欺骗是摆拍，对，摆拍没有错，对，但是为什么你要欺骗呢？摆拍其实不容易拍的，对啊，其实好像刚才我那张照片，那个海底的也是摆拍啊，也是摆拍啊，真的是故意去拍的，你要讲，不过那个鱼肯定不是假的啦，对，那个鱼真的是我们去追那个鱼，那鱼不是我们为了放下去的，没有必要去那个我的老婆是真的是摆拍的，我们是故意为了要拍这张照片才去那边。很多人误会了摆拍跟造假造假就不对。对。所以这个OK，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是我们这班蛮幸运的，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摄影导游，因为是摆拍嘛，他也会摄影的，他很会摄影，他是在蒙古他时常来马来西亚了，变成我们朋友了。然后过后他是一个很强的，他有在那个蒙古拿过摄影奖了，所以他完全知道我们要什么，所以我们不需要跟他沟通太多，不用一直跟他讲，我们摄影师要这样，根本不需要，他完全知道我们要什么。而且刚好那个时候呢，他还特地叫我们11月去，因为11月呢已经过了那个 Golden Eagle Festival 那个精英什么季。什么节啊？他们有一个节的，那个时候很多人了，大家都是那个时候去拍他们，然后人挤人，全部人潮，很多游客，然后天气当然那个时候也好，不过呢，他们呢就心情就不好咯，因为每天都要给这样多摄影师班了，所以呢，这个导游呢他就很好，他就叫我们特地在11月的时候就是跟他去，然后为什么呢？已经过了嘛，然后他们全部都很得空，然后淡季很淡，基本上我们飞去这个乌格里的地方，就是它是 Western。它是西域的那个蒙古，就是卡扎族的，他们全部都是回教的，不吃猪肉的。然后他那边呢，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游客，因为只有我们这班拍照的。所以第一天呢，我们一到的时候我们过了一夜，然后我们一去到那边，他就安排了9个那种养老鹰的给我们拍，而且每一个都骑马。我们摄影师，真正的摄影师，我们7个人嘛，真正拍照的只有3个。包括我老婆还有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我太太的姐姐她是那种业余，就是兴趣啦，不是真正拍照啦。我们3个呢就要对9个，我不懂要怎样拍，好像你的情况这样，你是要跟人家争去的，我们是，我不懂要怎样拍拍到他不好意思，你等着你来拍我吧。对，然后我突然间，然后大家就看着我，然后我说这样就分散啦，我们一个拿3个就好，因为9个太大太壮观，因为。不懂要怎样拍啊，然后过后的时候就分散咯，然后大家轮流拍这样子，然后过后 OK 蛮不错的啦，那个整个拍摄的体验，而且天气又很好，阳光又很好，然后草原又很美，然后每一个都好像那种蒙古战士这样穿到，好像那种气势，他们的气势是真情流露，而且重点是他们不是假的，他们是真的是，平时也这样子，平时也是除了给我们拍照，或者是除了去参加这些比赛之类的，他们平时也是真的是。
养这些老鹰来帮他们捕食的。他们像中东那些当宠物养的。对，不是，他们是真的是有这个 culture 的，而且我很高兴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们的这个 culture 呢一直在传承下去。我们有拍到很多，有一个15岁的小妹妹，她是唯一其中1个还是2个女的猎鹰师，然后她很出名，她有拍过那个广告那种 credit card 的广告了，新加坡的。然后还有几个小男生，也是10多岁、12岁、13岁，他们又开始传承下去，因为为什么？他们看到商机嘛。所以我觉得也有时候商业化的东西好像我们这种摄影师去拍，会给他们一些钱，然后拍的话呢，其实也未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来。我们可以传承，让他们年轻的觉得不错啊，有商机啊，我们可以比赛啊，赚钱啊什么啊。然后如果没有给这些人拍，他们还是继续用这个来捕猎的啊。即使你不给钱，他还是要做。他们还是捕猎啊，他们还是有去 practice 啊，捕猎，然后捕到的那些皮，他们那些狼皮啊、狐狸皮啊、白兔啊，他们就拿去卖咯。他们有卖给其他人，然后拿来做成那个冷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OK 啊，就看到，因为这个东西通常年轻人不会去传承的，如果没有太多机会的话，不过就是因为它有那个商业用途，然后我就有看到很多年轻的，很多很小的已经是很会骑马，然后养老鹰这样子。然后讲回这张照片呢，这位老先生啊，他的名字很长。我已经忘记了，要找回我有他的Facebook，很出名的他。然后他是赢过4次的那个全蒙古冠军，老鹰比赛冠军。然后就是那老鹰啊，去捕啊，什么东西啊之类的，他拿过4次冠军。然后呢，所以这个导游呢，他就安排我们住在他家，因为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呢，他们不是住在那个什么蒙古包的，因为太冷了，他们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啊，要游牧的时候，他们才会住在蒙古包，所以我们就住在他的 village， 他的那个甘崩里面的一个屋子啦。然后当然那个屋子就是没有厕所的咯，里面，所以那个厕所我们必须要走去外面，然后3面墙，不是4面墙啊，3面墙1个门，然后我们就蹲在那边解决。然后我永远记得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那边过两晚。然后我们早上呢，就跟他们就去外面看他们怎样捕猎，然后给我们拍照，找一些很美的地方拍照。晚上回来呢，我们就在那边唱歌，然后听他们表演那个 throat singing 啊，你们懂吗 ？throat singing 那个这样子哇，然后唱他们的歌，然后我们就唱我们的歌，因为我也是会弹嘛，然后就唱我们的拉萨沙样啊给他们听啊，然后就很开心。虽然语言不同哦，不过我们那2晚是真的是。很爽啊，就是不是只是拍照，你知道吗？虽然是摆拍，虽然我是有商业的交流，交易 ，sorry， 商业的交易。不过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好像变成朋友啊。然后最后一晚呢，我永远记得最后一晚，我们第1晚已经很颠了，大家已经喝了差不多6、7瓶的那个 vodka， 他们那边都是喝 vodka 的，他们靠近 Russia 嘛。然后第2晚的时候呢，哇，那个就是他，我就刚好坐在他旁边，然后过后他当天很开心，他就杀了1头羊。来给我们吃，他们那个民族也是很好客，很热情。我们完全沟通不到啊，不过我们好像老朋友一样，喝酒啊，然后吃羊啊，然后过后那个羊呢，他们是 special 的季节他们才会杀的，然后他竟然因为我们他就杀了1头羊，然后 serve 他全部的台词啊，然后还有那些导游啊，然后那些 Golden Eagle 的人啊，然后还有我们呢，我们7个游客咯，然后去那边，然后他是这样子的，他会那主人家他就切一片切在手上，然后过后他就放在右手，然后 pass 给你，你拿到你就一定要吃，不管你多讨厌羊肉，你就一定要吃，因为这是礼貌嘛。所以说他敬我们酒，我们就喝啊，干了。然后过后他们吃羊肉哦，是完全从头吃到脚，吃到完。我跟你讲，我很喜欢吃羊肉，不过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多羊肉的 part， 我觉得很不错啦，这样那个体验。就是除了拍他之外，然后有跟他一起生活了几天这样子，然后好像之前讲的那9个是吗？因为太多人了嘛，他们也很得空，因为我们太忙啊，我们摄影师太忙，拍，他们就很得空，然后拍到最后他们很早就收工了，我们就在那个草原上面，然后就搭了那个长的桌子，然后大家在那边做什么？吃零食喝 vodka， 在对着草原喝 vodka，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跟一帮蒙古人在那边，然后他们的老鹰呢就全部休息了，在车旁边挡风嘛，然后一排老鹰就停在那个车旁边，然后在那边休息，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喝这样，所以我觉得体验多过于拍照啊，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有一部戏影响我很大了，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看电影的人。
所以我很多 reference 呢，摄影的 reference 都是来自于电影，好像刚才的那个Civil War。对。所以这个呢，因为我很喜欢旅游嘛，然后有一套电影叫做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有看过吗？有 Secret Life。我是因为这部戏才去了冰岛这样多次。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摄影师，就是Time Life Magazine 的那个摄影记者，菲林的年代的，他是叫 Sean O'Connor，他那个时候是在拍着那个雪花豹，然后过后他到最后他找到那雪花豹的时候，他没有拍下去，他只是用眼睛看，然后他就讲说，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很美的东西，我会舍不得拍下来，我会要用自己的双眼看。When are you gonna take it? Sometimes I don't. If I like a moment, me, personally, I don't like to have the distraction of the camera. I just want to stay in it. 他这句话真的是他笑我，然后他没有拍吗？他看，然后那雪花豹发现到他，然后就跑掉了，然后就OK，然后就跑去跟一般的这个藏族的小孩在那边踢球，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要追求的东西，因为我刚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呢，因为 digital 嘛，所以什么都要拍，没有去选了，拍了再来讲，先拍再打算，变成很多时候啊，我去旅行回来之后，我的所有的那个视野都是在这样小的拍的，然后我就自从听了他讲的这句话之后呢，我就开始觉得，很多时候拍照是拍还是要拍，很重要，要记录下来。不过很多时候10%在拍，90%在感受。所以我 even 去蒙古，我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拍摄的 trip， 是一个摆拍的 trip， 给钱摆拍的 trip 了，为了拍照拿奖的一个 trip。不过问题是我很高兴的，因为这部电影，他教了我一样东西，就是你去那边，我90%在感受，90%在跟当地人交流，跟他们一起生活，10%拍照够了，这是最重要。真的，这个是我觉得学不到的，你要自己去拍久了，过后慢慢自己去领悟了。反正是那个照片拍回来以后，你很多年以后看回那个照片，你会找回那种。对呀，好像你跟我讲这张照片是这张照片有入围拿奖，不过问题是对我来讲，那个意义不只是拿奖，多过入围。他有那个故事在后面，我跟他相处了几天，我在他的家几辛苦，我有一个晚上，因为我是每天都要大便的人来，我每天都要大便的，所以那一天呢，那个我的导游跟我讲，千万不要出去。很大风沙暴，就是那个 sandstone 啊，是一粒一粒这样打连的，没有屋顶的，我还是出去，我在那边蹲了半小时，然后我没有办法，如果我明天还要很早出去给他们拍照，然后过后的时候我如果没有大便，我睡不着，很辛苦，然后我说不能了，怎样都要硬顶了，然后我就穿了那个寒衣，全部包到整身，就去外面解决咯，用了半小时解决，回来的时候了。必须要清掉我的那个底裤，全部沙了，因为全部装满了差不多很重的那个沙石，然后我的那所有衣啊，全部里面呢都是沙石，这样子。不过辛苦是辛苦了，不过有故事讲哦，我现在可以跟他们分享这样子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有些经验是毕生难忘的。对，连当地人都叫你不要出去，我还是死都出去，就为了一样东西大便。我们也是，我上次去蒙古也是外蒙，我们几天没有冲凉，很不习惯的。对，但是那边都没有人嘛，就是我就拿了一个塑胶杯小小的，因为没有想到没有得冲凉嘛，就拿个小小的，那个水，那个天气又冷，你要冲凉，你去河边都没有人，你就脱光了，脱光又小，那水小杯啊，半天你要倒很多次啊，很冷冷，你小杯又冷，很辛苦所以那个就是一种体验，是一个体验来，就好像你吃那个羊眼，羊的眼睛，你到现在还记得吗？对不对？我是不可能会自己去order羊眼睛来吃的。对啊，我觉得那个过程才是我们喜欢摄影的人才要找的那个感觉。然后讲回这张照片哦，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嘛，之后你看他有故事嘛，这个是他的客厅，他的家的客厅，我们就给一个 space， 然后随便搭一个那个黑色的布，很草率罢了，很随便罢了，然后就这样子拍这张照片，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你看他后面。他有玩音乐，还有玩他们的那种自己的那个是后来摆上去的。没有，这个是本来就在那边的，本来就是那边的。所以我发现到一样东西，就是很多人，包括他本身，包括那个摄影导游本身，有2-3个摄影导游，他们自己拍呢，也是只是拍他而已。
只是拍他的 close up shot 当然那 close up shot 我也是有拍啦，然后过后我就觉得只是拍 close up shot 没有什么特别嘛，好像 studio 照这样嘛。对，很多人喜欢做 close up 脸部。对 close up 脸部是很美，是很威严，哇，其实很漂亮。故事性全部从那些装饰。对，然后我就在那边想，后面很特别啊，这些都是他拿过的奖哎。然后这些是他的本身啊，这些是他补了的狼皮。左边这个是狼皮，右边这个是狐狸皮。这些都是他的老鹰耶，他跟他老鹰去补的，极有故事嘞。对。然后这个东西呢，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因为很多人其他人都是用50mm，就是那种 close up 的那个镜头，我就用24，也是 Sony 的咯，24 1.4咯。然后过后我就站远一点，然后就抓一个角度，然后就拍这个没有这个有打一点灯，有打一个 LED 的灯，因为太暗了那房间，而且你看他的老鹰又刚好看着我，是吗？看着，他老鹰又看着我。哦，我觉得这个画面他又看着我，他本身也很少被人家这样子拍吧。就是在户外，我觉得他应该不懂吧，他应该不懂我会这样拍。他以为我像其他人这样子都是 close up 拍，所以他就看着我，他老鹰也是刚好就看着我，然后过后把他的后面的故事也记录下来。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要感谢一个也是 Sony 的一个 guru，就是 Nick Ng 你们认识吗？认识啊，因为我蛮喜欢 Nick Ng 的那个拍那种街拍的风格，然后他有一张拿奖的照片，也是类似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夜剧剧团后面后台啊，还有一张照片好像大戏啦，未必是夜剧，对，大戏一样，大戏哦，他有一张拿奖，我忘记哪一个大奖了，有拿冠军的。他那张照片呢，就是唱大戏的那个安迪那老啊演员，他就在那边化妆，然后过的时候有一个镜子，然后他不是通常 normal 来讲，我们都会拍那个人嘛，拍人或者反射嘛，他没有嘞，他就是拍那个反射，然后主要不是那个脸，主要是因为那个化妆箱里面贴满他的孙啊，他的那些他的家庭啊，所以这些都是他的故事来的。然后你不只是拍他的人，拍他的那个行业，你买他的故事，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样咯，就是有时候跟大师学习啊。很多时候，他那时我有 join 他一个这个大戏的一个那个 Sony organizer 一个 workshop 啦，然后我有去，然后每个人都会像他这样子拍那张照片，就是重复再拍那张照片，拍，有个哇拍到很开心，然后他 Nick 就转过来跟我讲，you don't want to shoot 啊，你不要拍咩？我说我不要拍，我只是要知道你怎样拍，我不要拍你的照片，因为我不想重复你的 work 嘛，因为就算我拍到这张照片，这个东西是你的 creation， 我拍来没有意义。不过我可以做到的东西呢，就是把你的知识运用在其他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多很厉害的艺术家都是这样子，就是他们一定会有一个他们很崇拜的一些人，然后比如说音乐家，好像现在很红的周杰伦啊，谁都好啊，他们一定有一个，好像周杰伦崇拜张学友，他一定有一个崇拜的人了，然后他当然不会跟他写一样的歌啊，或者是跟他唱一样的东西啊，同一首歌啊，对啊，你翻唱而已嘛。如果我拍这个 Nick Ng 的这个作品，我只是翻拍啊，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讲没有意义啊，我拍得到，对，不是我的创作，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最重要是要学到他的那个精髓，然后把它 apply 在其他东西。所以这张照片我多多少少是有 apply 到他的那个东西。如果我没有学到啊，我可能不会拍到这张照片的。那时候好像我跟你交流，你跟我讲的那些故事，我之前完全不懂的，所以我当然不会去拍你的东西，你的 subject。不过我会知道你怎样去拍到这张照片，然后我把它去 apply 在其他的东西，我 create my own story，but with your technique。对，我觉得学习真的是要这样啦。对，不是说我拍。你这样拍，我跟着你拍。当然一开始是这样，大家都是新手嘛，不懂要怎样拍啊 ，setting 多少啊，什么啊。对新手来讲，如果是跟着他的导师做一个同样的构图是没有错，其实也没有错。但是你能够应用在其他方面，那个是精益求精了。对。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不反对人家去摆拍，或者是去参加一些摄影活动，但是你不能够拿那个照片去参加比赛，对吧？对，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作品，对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去做比如说明年我们做那个不是明年，今年我们做的接单，我们设好东西，人家来拍，然后他拿那个照片去参加比赛，他拿奖了，可是那个不是他的东西。对啊，那个是你们摆的。对啊，光是我们打的。对。但确实是很多人这样子。不过，就是还是从基本的话入门的话，你如果没有概念怎样拍的话，你反而
不是为了拍照而拍照，你想要是应该是看灯光是怎样打，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子打这个灯光？这个东西才是真正你要来。所以很多时候我说，我们做的 workshop， 我不是要你来拍照。我要你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拍，对，什么角度，对，灯光打在哪里，暗位带出来。有些时候那种 Sony 做一些 workshop， 模特儿站好，大家都疯狂的拍，没有意义啊。到最后，你来拍照还是你来学东西？对。我学你在你身上学到的东西了又，从龟头部落学到现在。我不懂你学到什么了，希望是好的啦，不要学到不好了。我学到蜗牛咯，蜗牛了。他也学到大风沙底下出去大便。不过那个厕所真的是，哇，真的是啊，那个一跌下去就救不到啊，救不到。够力。OK， 来 next。我记得有一次在大三角经过一条老街了，到现在还是很没落的一条老街了，叫金凤美发院。金凤美发院，它很早开，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它已经在营业中了。大三角是我轰到了，你轰到啊？我读日新啊，不过我不懂这些。就是咯，所以这种东西要去挖，去挖。它没有了，关了，跟店关了。它是一间传统的美发院，主要客户呢反而是穆斯林。穆斯林。所以我一早进去的时候，他说不可以。你不可以来拍，甚至不能够进来。看一下。甚至不让我进去。OK。甚至不让我进去。但是我就很喜欢里面的，那种复古的不是复古了，本来就是这样的画面。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做电发是一件大事。它里面有没有播白光的歌？没有。感觉上我看到这个画面就那种白光的歌就出来了。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他说不能够，为什么呢？他也很好啦，还很客气的说，他说等下有2个 appointment， 还是他只有2张椅子，除了他本身是老板，另外一个是他的助理。几岁？他助理也是年纪很大了，你看啊，你看后面的照片是很远大了。我通常我会征求了，因为进去人家私人地方，我问多少钱的，所以说他说不可以，但是他没有，你赶我出去，他就告诉我原因。他说等下有穆斯林来，穆斯林他是戴头巾嘛，对不对？他要理发电发的话，他要把头巾脱下来。对。OK make sense。如果说我想要了解一下你的店啊什么，他其实愿意分享，只是可能你自己闯进一拍，可能你就会冒犯的。但是你好好的跟他交流，反而是 OK 的。当然是老人家每天在重复的工作，他可能是脸部没有笑容，但是不表示他不高兴的、不开心的。对。所以麻木了，对，就是他们生活嘛。我就站在门口等我第2天就是我就站在门口等又是2个穆斯林来，糟糕了。他是那个什么三顾茅庐啊？三顾茅庐啊！没有2顾就2顾得到了。2顾了。OK。等那个穆斯林处理好头发之后，就很幸运的来了2个华人妇女。因为他只能够做2个嘛，同时只能够做2个了，我就把握机会进去。安迪，我站在门口等你很久了。诸葛亮幸运了，是诸葛亮嘛？那2顾茅庐，三顾茅庐是诸葛亮啊，3个臭皮匠啊。所以我就这次生意应该是可以的吧？当然我还要跟顾客打个招呼，但是顾客我是没有拍到正面啊，就还 OK 了。那主人家 OK， 他没有说 OK。他说我想拍一拍你的这里的妆痕，然后到他慢慢接受了，我才拍到他的正面。他也没有开始的时候他会不是能够感觉他的不习惯。这个就是我佩服你们的地方，是吗？你们2位前辈的没有啦的地方，因为我遇到这种东西，我是一个很受挫的一个，没有我一被拒绝我就走了，我不会留下来的。所以有时候很矛盾，就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有时候很矛盾，有时候是宁愿不问哦。你问了他拒绝了，就完全没有机会。所以有时候啊，我宁愿有时候就是直接去给钱去，好像这个白拍去拍到我要拍的东西这样子。这个我就很客气的问了，但是我跟他交流都 OK 了，所以他就开始慢慢习惯了我。他开跟我讲了很多故事。他说以前这里很好生意的，有什么喜宴啊？他那个客人呢会来，做了头发才去出席，不是去拍照，把他最好的发型拍下来是一个很盛大对，然后他桌面上他桌面上呢还有下面他玻璃店就那个桌面上面全部就是他的顾客的照片，包括在墙上有很多那些照片，都是他的
他的头发那个故事性，哇，重点是他拍了过后，他还会给一个 copy 给他。对，你看你做的头发，没有，这个不是重点。他说下次我要这个发型所以很有趣。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到现在只是可惜就是 MCO 之后他就关了。他说他不习惯那个管制令，他不是有说什么要很多 SOP 嘛，理法院对。后来我就不要做好了，应该是看到别人 share 的面子书，说他已经没有营业了。我也当时候没有去证实，我就留言说，其实我有拍到你的照片，就是他的照片，我想要给一个 copy 他，结果他没有得到回复后来我再去他的店，的确是关了。他那间店破破烂烂，金凤美法院。那一大三角哪里啊？面对那个巴士站的旧巴士站旧巴士站就那一排。看过另外一个 photographer 拍过类似这样子的照片，也是那一张照片，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老太婆在里面，很70年代的电发也很平静的一张照片，但是就是让你能够好像回去。其实照片就是有这样子的魔力这个经历就是让我很深刻，印象很深刻。所以难度有了，难度你要去2天你要碰壁很多人是碰一次壁你就不再去了。我就是这样不再去了。那我去脸皮够厚你脸黑我就走对，这样，我敢进去，厉害敢进去。太厉害了。他很多细节他都让我拍。包括他有那糖果孙女老太太带孙女来，孙女就是说他们吃糖果，然后可以安心理发。你不讲我根本不知道嘛就把那一段历史留下来了。因为如果你没有拍的话就没有了，还关店，然后以后就没有了，真的很多东西没有了。还有这个是一张画面很难表达那个整个过程，所以要口述。所以我往往很多时候我不能够拍得很好，因为我还要记他讲的故事，我毕竟一个人嘛，我就把它写下来、记下来。对，因为我可能写在我的书里面，我可能写在我的网络上。对。这后来我才接触到Vincent还有林师傅他们，关于技巧上的细节做多一点更讲究一点。以前是没有的，先拍下画面好，灯光先不理还是怎样，那故事性一定要记录下来。对。但是我也还是在享受摄影。还是在享受摄影。你看这个让它也平平无奇，我不觉得怎样特别但是给我很多。还有故事在后面很多方面就是那个助手还在瞄着我。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后面那墙壁的那个照片是我反正虽然中间是那个所谓的 C 位啦，就是那个主角啦，那个老安迪在那边剪头发。不过我反而会去注意到后面的那个照片，那满头那个卷的那个。对。所以这种东西，整张照片都很多细节在看，很多细节在看。所以我很多时候如果要打印照片，或者是你要用 monitor 看照片，电子产品看照片，我不建议你用手机。对不对？或者是打印照片，我不建议你小张。对，你要做展览、做摄影展，什么都要够大，很多细节，包括大家的照片都是一样，很多细节要展现出来，除非你每张照片都能够好像这样子来讲解。其实说到那个照片的故事是吗？好像因为昨天我去看了一个朋友拍的电影，不要讲哪一部啦，总之贺岁片。他是拍得不错，不过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 dialogue， 我有跟他讲给他 comment 啦，就是他的那个 dialogue 太长，就是他很多东西都不是演出来，是要讲出来，我要讲吧。有时候你看电影，你很多东西反正有几幕啦，有几幕那个主角是很会演戏的一个主角，有几幕我最爱的那几幕是他完全没有讲话的，他自己演出来，他这边哭，吃东西在那边哭。哇，这种才touch到我啊！你一直讲我不懂，所以我觉得一张照片它厉不厉害啦？有时候是你不用讲这样多，你一张照片好像你这张照片这样一出来，你看后面有这些这样子，他的助理这样，甚至是给人家很多想象力。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象力对。然后另外一点，我一直都很反对的就是人家在照片里面提字，对吗？或者一张好的照片，你是不需要再过多的文字去画蛇添足。对。所以我很反对那种沙龙式的，就是沙龙式是这样，就是他们还是把摄影，那个是其实很古老的，就是把摄影融入绘画。就是山水画，他认为我把我的摄影，以前我记得马来西亚第一批去中国拍风景照就是去拍黄山，然后他们拍回来，他们目的就是拍
一批很像山水画黑白的水墨画的山水画，但是你是拍照啊，那你为什么要弄成山水画的黑白的有水墨画呢？那你画水墨画就好了，学画画就好了。对啊，对学画画就好了。哦，可能就是他们的那 artistic choice，他们的艺术的选择吧。但是现在新一代的，我们说现在这几年我一直去研究新人啊，新一代的，比如说 IG 的拍法，他们用9张照片，他去局部拍。然后让看的人自己的想象空间，对吧？以前我们新闻照是一图胜千言，我一张照片告诉你所有的东西，对，主角、背景、故事，对。但是现在人他想要我去想，我去感受你要告诉我什么，但是不要你定型了，不要定型了。会不会有一点像盲人摸象这样？他拍鼻子给你，对，他拍耳朵给你，那你去想他拍那个脚。那个脚趾啊，大象的脚趾给你，你想象大象是长什么样？是这样？对，你看现在的结婚照，就是拍那个鞋子，新娘的鞋子，是哦，真的是这样哦，那个环或者是怎么样，那个戒指的 close up， 然后到最后就是一个人的正脸什么，然后你会想着哇，那个女的当时应该很漂亮的，但是事实的时候都不懂。不过我发现到一样东西，婚纱照现在有2极端的，一个就是你讲的这种 trend 咯，就是那种。然后那种若隐若现这样，暗 shadow 这样，然后一点点光。然后有另外一组哦，年轻一代的是吗？他们直接拍那个复古，他们穿到真的是很那种老土的那种大件，白那种站着黑不要笑的。他们就讲说，为什么要这样拍呢？因为这个才是永久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复古是不会过时的。其实以前我也跟一个婚纱摄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拍很多这种桌子上面的什么。然后我们也曾经，因为以前我们摄影记者也有做一些这样子的摄影的活动，然后也曾经试过有一个老夫妇，他要把我们的摄影分成2组人，一组就是跟着他的目的就是拍合照，因为到最后专拍合照吧，OK， 因为到最后真正有意义，很多年之后他们会看回的其实就是合照。你的那些什么婚纱照、什么鞋子、极美没有用的，到最后。你真正合照才是就是合照，是的，因为我刚刚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过世，他是一个吉他手，我的前辈啦，我的老前辈，影响我很深远的。到最后哦，我感谢我们那个朋友 Steven， 因为这么他专帮我们拍照了，拍合照，我拿多拍照了，他是一个律师，不过他一直拍照。Steven 啊，对 Steven， 然后过后呢，因为我要分享出去嘛，来哀悼我这个朋友嘛，然后就找我这个朋友的Facebook， 我所有的合照。都是 Steven 帮我拍的，所以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那你会去拍那个吉他，哇，那个 bokeh 极美，那个吉他极美，那个麦极美，那个灯光极美，没有。到最后我就是要他跟我的合照，有这么简单。这个是很重要。对，你讲的对，真的。对，继续你的照片。离题了。不会啊，很好啊。另外一张就是好像傻瓜相机拍的，完全是没有技术可言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完全看不出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我完全陶醉在这个拍这张照片的过程。它是一个流动的修环楼啊，而且叫老大娃，所以我叫它老天王修环哦。老天王修环。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呢？特别哦，很特别。每张照片有这些能够成为我收藏的，都是不是那种。很美啊！没有起胸在卖金龙包那个没有，不是很红，不是那种啊，不是那种。然后我比较就是喜欢这种小人物啊，我所谓的小人物，他们不会介意我叫他小人物，因为他毕竟他默默在做他的日常。不过很特别啊，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行业。他是每家挨户去，比如他其实很忙的，他们不需要去找顾客的。比如说你的门坏了一个 blanket， 你要叫人来修，他就上门去帮你弄了。那我是什么情况遇到他呢？他是在帮一个小贩在弄那个器材了，但是当时候我没有带到摄影器材在身，我骑着摩托，这么特别的行业呢，我就去开始看他先帮了。那个时候呢，现场呢，他真的是穿着工作服，肮脏，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去洋的。去喝酒，我去喝酒了。你看他一我去喝酒，你都拍到？没有，他是盛装给我拍。盛装给你拍，因为他知道你要拍他。我说我今天没有带到摄影器材来，你明天会在什么地方？这样子啊，你大概在什么地方？几多点？我可能会在那边哦。我就第二天我就get ready 我的器材，我就去找他，找了很久，可能时间不对还是地点找的不对。找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在等我了。他其实
他很认真在看待这个摄影的事情。对，就好像你以前那个这样，弄了头发去拍一张照。真的。所以有时候你往往会带着一个负面的想法去拍，反而是封闭。但是你很乐观，我可能拍不到，但是他等你你怎样都要记录下来，很尊重你，很尊重我，他41万被记录下来好嘞，所以我覺得很難得的，所以我就你今日着成咁嘅劉德華，係啊，最靚仔㗎，要飲㗎啦。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拍照是一件記錄以後他對，我們時常講。我们人走了过后留下来的影像。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我这个行业被尊重小行业原来有人注意到我做这个，还要拍我，还特地回来拍我。对，我为什么不能够穿嘛好一点给他看呢？但是我其实不想要他，我比较想要昨天那个工作比较那个画面没有这么那么违和。respect 他的决定可能他觉得他也希望他被美好的一面记录下来，对，你也尊重他的这个意愿啊。我的确没有觉得这张照片太好，因为毕竟他还在摆给我拍，你看怎么样啊？所以我无论如何，我觉得这张照片已经是最好的。对，他的故事来讲，是最好的已经最好的。而且他有一只狗，他养了，刚好他也站在那边。OK， 狗很 Q 我就注意到了。对，你就会注意到这些细节。我们的照片就是延续一个人的故事，所以为什么我时常说，拍照我们是拍。对焦要对焦到人的眼睛，拍照一定不能够拍人的背后，眼睛要有眼神要有接触，对，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有接触，但是我们拍照就是在拍一个人的故事，所以看得到脸，最低限度7分脸，我不会去拍，除非有特殊原因，我才会去拍人的背后。当然路人甲或者是照片里面的其中1、2个就没有关系，没办法了。对，如果是我们去拍照。街拍还是什么，都你就是拍一个人的故事啊，对吗？所以那个人很重要。我很多时候有放一个 hashtag， 拍照不是有 shutter priority， 那个叫 aperture priority， 我自己就创一个叫做 story priority。我要有故事性。那个照片如果是光线不好，我也不会在意。如果是那个是唯一一张，那个故事性一定要先出来。如果后期能够调得回，就调得回。但是现在不难了。现在那个拍故事为主，其实故事最难拍。那个身为我们摄影爱好者来的角度，我们就是希望利用摄影技术去把美化那一张照片，对吗？这就是我们对啊，好像一般的人用一个手机，他的目的就是我拍一张照片，他从来不会想到构图、背景、光线什么东西。但是，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真正摄影的时候，我们要用相机，因为你拿起相机，你就会认真去构图，你会好好就去想怎么样去把照片里面的最美好的东西表现出来，认真去对待这个事情，对，都一样啊，就是你照片里面的人，他觉得你要来拍我要穿我最好的衣服来，一样的事情。我不懂这样子形容会不会是 politically correct 啦，政治正确啦，不过。你觉得不对你就看了，我很喜欢把摄影跟女人做对比，做形容，就好像比如说 ，OK， 我很喜欢每次讲的，你一张照片，好像你刚才讲说 story first 嘛，所以我觉得一张照片美不美是看那个女生漂亮不漂亮，或者她有没有去化妆，好像比如说你说用最贵的那个化妆品去把你弄到很美，然后现在哇用最美的美光针打到白，这个东西是第一点吸引你的目光线，所以一张照片你不能讲它不重要。你这张照片美不美，会不会 attract 到人家去有没有兴趣去了解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呢？你首先你要吸引他的东西，首先你的光要打到美，你的这些东西都要很好，你的那个 eyeshadow 要很美，哇，你的那个 lipstick 要够红，吸引那个男生去看你先，过后再来看人格，对，这样咯。所以故事呢，你一张照片你吸引到你的目光，这样多照片哇，全那个 digital internet 这样多照片，你一张照片吸引到你了。然后你才来去看，这张照片的故事，一个女生的样貌吸引到你了，对，然后你再来了解，哇，这个人的性格不错很适合我才了解他的故事哇，说回这个东西，这个又有有争论的东西OK， 因为我们在新闻的读者，我们有研究读者的那个 review OK， 我就以摄影，刚才你讲的女的现在的人 OK， 我一般的市井之徒。
怎么样？事情就是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你怎么样去一个美女的照片？什么美女的照片会吸引他？可能露一点肉啊，对，哇，很妖艳，还是化妆的很但是对于摄影人，我反而会去看一张黑白的。那个女的很柔和的光线，或者是很 contrast， 她穿着黑色的衣服，灰色的背景，人就我会选那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一个韩国的女星，她被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拍的。但是谁是拍这些东西不重要，对我来讲，那张照片真的吸引我。她就是一个很自然，她就对着镜头，黑色的衣服，黑白的照片。但是对我们摄影人有摄影艺术看法的人，你那种照片会吸引你。但是一般的人可能他就会那种穿的很少的。会吸引他，对吗？就是两个不同的，是的。首先还是要吸引啊，对呀，还是要吸引啊。所以没有很简单嘛，美女有很多种嘛，对不对？对。好像你讲说这张照片呢，就这类型的照片就吸引你这种专业的人，然后那种比较浅白的就吸引那种比较一般的人哦，一样吗？好像比如说。走天桥的那些女生啊，一般人都不觉得美的嘛，那种单眼皮，然后瘦没有肉这样，把他们上国际舞台走天桥，那个就是他们的审美嘛，他们吸引得到他们所谓专业那种服装设计师，就是喜欢找这样的脸，那种脸就是吸引到那种专业人士。我们对呀，我们是很一般的嘛，我们就审美女生就是一般美就好了，或者露一点肉就好啊，所以不一样的吧。首先一定要吸引先，再来了解他的性格。再来了解那个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这样觉得啦。另外一张也是街头拍的，其实也是拍的不是很好，但是这个也是追了很久。这个在我家附近拍的，你看他是完全看不到他正脸，他是因为他不给我拍，完全拒绝，完全挥手让你走。重点是什么？你一定要拍他，因为我觉得他很特别，他会唱歌。他会唱歌，他每2个星期会到我的大妈那边绕那些茶室，他是卖马蹄的。然后卖马蹄，他怎样呢？他每次来，他就在门口那边喊。其实我听起来好像在唱歌，怎样唱呢？我学一学啊。马蹄嘞，这样子哦。你远远听到你就下面呆机哦，对不对？我就走去，没有我。没有，他可能就走了。OK，miss 了1个星期，1个星期，1个星期，2个星期后才会，每2个星期才来一次。就下一次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因为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在同一间茶室买东西吃，所以他又再来，我又听到这是给我看，应该是那档马蹄嘞，应该是他了。但是我就走过去，他就说，我就很客气的问他了，你刚才唱的那句是什么来的？是产品呢还是什么？因为完全听不出，我唱的好像比较准啊，他唱的完全是走音的。但是客人都知道他是在买马蹄的，很好声，他一喊他是这个歌出就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好了，要拍下来。我就問他，uncle 你一陣間會去邊度啊？我一陣間想攞相機嚟幫你影相。冇，我唔可以俾你影相，唔可以，就這樣子要我走了。沒有辦法啦，但是我也沒有帶相機在身上。對。我後來我就抗拒很抗拒。很多老一輩都是這樣，很抗拒。其實剛才你看到你那個照片，我最近這半年，因為我沒有什麼在馬來西亞，我每一次去普渡的時候，我就想找那個賣肉乾的。有回來了啊。對，但是我去2次，這2個禮拜我找不到他。我本來想要講就漲了。這就是那個肉乾的哥。對，就你講的錯啊。你這個我一進入我來吉隆坡，我做路透社的時候，20多年前，那時候他是在那個不是硬幣那邊，不是硬幣，我們拍燒鬼王的那個 Corona Hotel 旁邊那個舊的condo樓下那個 flat 樓下賣的，那時候才不懂快2000快6000。它是用烤的，炭烤的。现在新的呢都是用铁板的不好吃，要用烤的。炭烤很好吃，炭烤的很好吃，所以不一样的。哇，讲回那个马蹄来我没有死心，还是继续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每次去买东西吃，我就带相机。每次去我就带相机。后来呢，他看到我开车，你知道吗？他骑摩托看到我开车，又是这条水啊。他说，然后我就把车停下来，他就看到我走过来，他就很笑脸盈盈的对着我，他没有抗拒我拍照，然后我们有了同一个话题我的车牌跟他的摩托车牌一样号码，注定好啊！你話你快啲影啊，冇影到我正面啊，唔好我客仔嚟影買嘢啊，佢家姐叫。所以你看这种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对不对？这个照片漂不漂亮？对我来说
OK 了，能够有最好的漂亮的照片，我当然是最好了。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漂亮之中最漂亮的。对，因为对你啦，对你来讲是一个那个过程的确很难得了。后来我想要说多一点了解他，我而家唔得閒啦，我俾你電話啦，你打俾我啦。我就在電話上跟他聊了他的日常，原来他住在一間小的祖屋，做只能夠做一點點。後來他又跟我說他以後的計劃怎樣，有延續的，就是因為車牌。哦，你看這個世界多麼奧妙，人與人之間啊，是這麼奧妙。有没有把你车这样停在旁边？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是因为那个车牌了，过后才知道了。过后才知道啊，可能他中了字，他以为我有中字，我又没有买，我怎么知道？闹钟了，啊，所以摄影这乐趣其实就在这样子产生。有时候你拍到很美的照片，也不是说不高兴啊，当然也高兴啦，但是那种喜悦啊，往往是被这种情况。盖掉了，这种是更珍贵的，对我来说是更珍贵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很奥妙的。威廉哦，他是那种就是重感情的，越难追的女生，他越要追他跟我相反，你知道吗？我是那种你拒绝我不要了，我就走掉，我很快投降了。他没有，他是靠毅力的就追到老婆，而且这些都是没有人会去拍过的，是厉害啊！我喜欢，我佩服你的毅力。没有了，我就喜欢这样子的东西。你只要喜欢，你就去做，你又没有冒犯他，你尊重他，你拍他下来。其实我是想让他把记录下来，至少我这个故事，between我跟他以外。可能我用照片记录下来，我知道，希望也通过这个频道，让更多人知道。我的确很想念他那个麻鸡。还有在卖吗？他还在？有，每2个星期。好吃吗？好吃。哟，我很喜欢吃麻鸡了，超喜欢吃麻鸡了。下次有机會就很難啊，2個星期才一次，要遇到你們這個才能夠很好生意，排長龍啦，一來就排長龍。一陣我客仔嚟，你又冇影啊，趕走我客啦。哇， OK 啦。